没有漂过，零添加零防腐的，泡水不泡药的好品质，零添加拒绝保水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和保鲜那些东西。点开多家电商平台，很多消费者都会看到这样的广告推送：新鲜、饱满、有嚼劲儿的虾仁儿，只要你轻轻一点，1-2天的功夫，它就能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孩子、老人都喜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虾仁儿销售的广告里不断出现“零添加、零保水剂”的字样。商家们解释，保水剂及食品水分保持剂常用复合磷酸盐，这是一种常见的化学制剂，一般呈白色粒状或粉末状结晶，亲水性强，能在加工时保持虾仁的水分，提升口感和延长保质期。业内称这样处理水产品的方式为保水或泡药。商家们纷纷做出保证，可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315晚会和财经调查栏目同时接到群众举报，称有部分生产厂家在加工水产品时违规超量添加保水剂。为深入生产一线调查，在业内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前往名为上方舟的食品公司。工作人员透露，他们会依据客户需求定制不同规格的虾仁儿。记者走进该企业库房，只见地面上堆放着各种大袋的复合磷酸盐保水剂。这个100公斤就放3公斤保水剂，正常保水就是18%到20%左右。一般的话，虾要泡多长时间呢？我们现在的话都16个小时以后才搅局。按照国家的规范，一定量的添加保水剂本意是为了改良虾仁口感、保持水分、增加保质期。但保水剂的规定到了部分企业的手上，却有了其他的用途。首先就是增重。这家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水20%意味着虾仁吸收水分之后体积变大，重量增加了20%。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地面上并排放着几个黄色大桶，桶里青黑色液体中搅拌的正是泡药的虾仁。工作人员说，他们会按照客户要求的保水率确定浸泡时间。这个是客户，这个是规格，这个是重量，这个是时间，这个日期2月19号13点15分，205公斤。这是看客户要求多少个点数的，根据点数来约泡的时间的。那要是20个点呢？20个点都要10几个小时。他当然那么多时间了，他已经把那个药吸收了。记者查阅国家相关法规得知，国家对冷冻水产品中磷酸盐的添加量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依据 GB2760-202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冷冻虾仁中磷酸及磷酸盐以磷酸根剂每1000克最大使用量为5克，即5/1000。然而，根据记者调查，该厂虾仁磷酸盐添加量30%，浸泡时间长达10几个小时，保水率高达20%，这会导致虾仁磷酸盐含量严重超标。企业负责人却对此并不在意。这种规格的话，泡20个点，那最后它这个会检测超标吗？它如果是严格的话，都差。但是目前我了解都没有特殊检测，没有特殊要求就不用。生产企业究竟会违规添加多少保水剂呢？一家企业的生产线不能说明问题。记者继续来到另一家工厂——中青海洋水产有限公司。保水近期他们要货的话都保多少了？增重是吧？啊，增重一般也24、25左右。多少斤泡多少斤？泡起来做起来大概就是说100斤的话就泡回来124，做出来124，做出24斤来吗？对。保水剂成了虾仁增重吸水的一个重要工具，毕竟水比货压秤，添多少就能多出多少重量，这就是多出来的企业利润。而且卖相好，口感还脆，价格还可以卖得更高。在中青海洋水产的生产现场，记者目睹了泡完药的虾仁后续加工流程。刚从桶里捞出的虾仁直接被送上刨冰机的传送带，迅速进入冰冻环节。眨眼间就裹上了一层冰衣，
工人告诉记者，这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暗藏玄机。包冰是为了2次增重，进一步增加虾仁的重量，赚取更多利润。虾仁做好之后包40冰，还是30冰，还是20冰？包冰最高能包到多少？多少都能包，70都能包。1斤减重之后只有3两虾仁。在良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拿出一款虾仁样品，告诉记者，这是质量上乘的产品，所用的虾是焦糖虾，由本地新鲜虾制作而成。为了保证虾仁的口感，保水率只做到了16%到18%。这个是保水了还是没保的？保水了，保水了。已经保了哈。这个保了多少？就16到18吧。17、18不算多，正常的17、18个点。如果它真的是有20几个点的话，应该是超。就如果说按照国标，那肯定是超啊，那肯定要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保水剂添加量的多少一般由虾仁的价格决定，价格高的保水率相对会低一些。保过水的虾仁吃起来又滑又嫩，销量很好。但这样的保水虾仁，他们自己却不吃。那你们平时自己吃虾仁的话，吃的是啥虾？我们沿海地区肯定是沿海地区都是吃海虾。记者来到宝辉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虾仁开背之后，体表面积增大，相应保水率也会增加。保了多少水？应该保10来个水了，现在20多水了。记者在与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的接触中了解到，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保水剂的添加已经成了他们增加产品重量、强化虾仁口感的一个挣钱法宝。走访过程中，多家企业告诉记者，尽管虾仁在加工时添加了保水剂磷酸盐，但他们的成品外包装上并不做标注，成分表仅标明虾仁和水。连云港先知瑶食品公司，其主要业务是给电商平台供货。记者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这里的环境令人担忧，狭小的房间脏乱不堪，工人没有任何卫生防护措施，直接将冻虾仁装袋称重封口后发货。当记者询问包装上是否应标注保水剂相关信息时，负责人表示不标注。海鲜基本上他们上链接的时候都是上的这个农副，食用农产品，这个基本上没有查这种，不查这个保不保水。对对对。在鱼趣多食品有限公司代理的虾仁产品的配料表上，也没有标注添加了保水剂磷酸盐。该公司负责人解释，虾仁作为生鲜和食用农产品，标签无需太过详细。这个标签它投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啊。那你也可以说是零保水，你不需要说保水这个事儿，他们不懂。顾客是不会知道有保水，他都不知道保水是什么意思。行业内的这些个别企业如此违规的超量添加磷酸盐制造出来的保水虾仁，究竟会对消费者的身体造成何种影响呢？长期过量摄入磷酸盐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例如消化系统问题，导致人体的钙磷比失衡，缺钙引发心血管疾病。315记者将这些样品送往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宝辉水产有限公司生产的冻虾仁磷酸盐总量每公斤7.57克，相较国家最高允许标准含量超标51.4%。良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冻虾仁磷酸盐总量每公斤12.5克，相较国家最高允许标准含量超标145%。客观理念情。